台灣人的平均壽命呢，現在是越來越長了。你現在活到80、90、100，所在多有。所以現在台灣人，我追求的不是說我要長壽，我要等於瓦槓霸理會。我現在追求什麼？我的追求是我的晚年能夠活得好。而在你晚年能不能活得好，有一個器官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們的腎臟。我們知道台灣有一個不好的世界第一，就是我們是洗腎王國，也就是我們現在8個人裡面就有1個人，我們有所謂的慢性腎臟病。這個對台灣人的你的老化、你的晚年都會造成極大的壓力。如果你的晚年進到了洗腎的一個階段，對你的生活品質、對你的整個行動力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這幾年我們看到了腎臟科醫師不斷的去提醒大家，你要怎麼樣去維護你的腎臟，怎麼樣保護你自己。現在有趣的是說，現在很多中老年人都慢慢的懂得保護自己了，可是現在反而是很多的年輕人，因為你的生活習慣，因為你的飲食習慣，現在這種慢性病在年輕人的盛行率反而在加高當中。所以我們怎麼來面對？現在怎麼去保護你的腎臟？我們要從什麼時候開始保護你的腎臟？而且怎麼樣讓我們的晚年有一個舒適健康的晚年？這都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邀請了腎臟科的一個權威洪永祥醫師來跟我們的討論。洪醫師你好。好，傑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洪醫師，我們剛剛講，現在台灣有個第一非常不好，就是我們是洗腎王國，我們洗腎的這個盛行率非常高，而且我們的這個慢性病、慢性腎臟率的這個也高，在8個就1個。您在這個方面你做了很久的衛教，你也推廣很久了。我們現在雖然說我們的洗腎比例是慢慢在下滑，可是我們反而是慢性腎臟的這個疾病的比例是在增加當中，而且更可怕的是，反而是年輕人在這塊，已經很少說年輕人會有腎臟病，現在反而年輕人的腎臟病的盛行率是在增加當中。沒錯。其實我當了25年的腎臟專科醫師哈，這25年來哈，其實我們在2003年那時候，我們的我們講血液透析的盛行率跟發生率哈，就是說都同時是世界第一。那後來慢性腎臟台灣腎臟醫學會就開始做一些慢性腎臟病的一些防治計劃，對，加上這20幾年來很多的一些新藥的發生哈，我們講說我們現在的血液透析的那個我們講發生率就是說每100萬人口多少人今年增加進去了洗腎哈，那這在2019年首度出現了彎曲，就是洗腎，而且那個開始洗腎的年紀也往後延了，本來大概57歲、58歲，現在已經到60幾歲，然後往後。但是有一個以憂的地方，讓我們知道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就是這個好像血液透析這個黃金下滑，因為大家開始有警覺了。對，但憂的是慢性腎衰竭，就是說我們分3塊，一個叫健康的腎臟，一個叫慢性腎衰竭。這一塊很長哦，這一塊可能20-30年的時間，一塊叫已經在洗腎，對，這塊的人口一直在增加，而且有一些年輕化的現象。我在想，可能跟我們很多的一些年輕的一些精致飲食啊，高油鹽糖飲食，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味的王國，美食王國。我們的超商密度是世界第一，对，我們的早餐店密度是世界第一，我們的夜市文化，我們台灣人真的是美食島啊！這當然考驗着我們年輕人的腎臟，加上年輕人真的很喜歡熬夜，对，這些都是加速。熬夜也會有影響，是。而且現在腎臟可怕的是，你今天幫我們帶來這張圖，就是說，今天如果說今天很多疾病，我等於說我受傷了，我可能會恢復，比如說肝它自己有恢復。可是腎臟剛剛講，您帶這個就是說，它腎絲球，對，腎絲球只要它壞掉了，壞掉就壞掉了。對，腎臟是一個不可逆的，就是我壞掉就壞掉，不可能再回來了嘛。对，我們腎臟哈，我們的過濾，我們有一個分數叫腎絲球的過濾率哈。對，腎臟就是我們的下水道過濾，我們這是一個化學工廠嘛，最後排掉了就是靠那個腎臟來過濾這些代謝的廢物。那我們大概我們在小時候的剛出生的時候，腎臟小一顆，開始就變大了。變大概在25歲，我們的腎功能達到極致。25歲，好，那那時候可以腎絲球過濾可以到120、130分。那接着要35歲可以維持，那之後每一年就35歲以後，每年就有1到2分開始往下降。所以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你說為什麼不能維持一直很高？因為我們的出生的時候就有200萬顆的腎絲球，左腎100萬，右腎100萬，在我們腎臟的那個皮質那邊，我們現在看到那個皮質外面一點一點，那個都是腎絲球，一顆顆小小的，那就是微血管的一個過濾球。那死掉一顆就少一顆，不會再生，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但是我們大概只有50萬，我剛講我們有200萬顆嘛，我們有200萬的存款。50萬應該就足夠使用了，那為什麼要給你4倍的那個存款，讓你省着點花，慢慢的老化？
所以我們講說，你不要花得太兇，不要破壞你的腎臟。事實上，腎臟即使我們說到80歲、90歲，應該都是足夠使用的。好，那腎絲球剛剛過濾的時候，其實我自己有點緊張，因為我只有68。然後，當我後來因為吃了尿酸的藥，把它降下來以後，我現在回到大概70幾，然後將近到80。可是你聽你這樣講，等於說，就算是60幾，對我這個年紀來講，那也是一個警戒值。因為現在我們等於分第一期是，如果我超過90，我是正常的。60到68跟年紀有關，其實真的就開始要警覺了，是嗎？對，我們每次在判讀那些健檢的一些腎功能的一些指數的時候，我們會看一個叫腎絲球過濾率。對，那麼以前我們在那個報告都有負責一個紅字跟藍字，紅字就不及格，他們就畫一條線叫60分，對，好像60分以下，其實60分以下，以我們這個慢性腎臟病的分期已經到第3期了哈。那只是說60分以下，其實我們會建議各科你去看，不管是家醫科、內科，就會叫你要來開始追蹤腎功能的，那叫已經到警戒期了，叫第中度的腎功能衰退了哈。但是有一種假設我們講還要考慮一個因素，叫做年紀的因素。對，我剛剛講說我們到35歲腎功能是達到極致哦。對，如果一個35歲的年輕人，他只有62分。它的出現是藍字但是它是不好的，它跟他同年齡比較，它的腎功能是早衰的，對，所以這個也要特別小心。你的同年齡應該在100、120左右，結果你只有60。對，我碰過一個人瑞100歲啊，他說他只有腎功能只有62分，我說我幫你鼓掌，你100歲你還有62分，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所以你要判讀那個數值，還是要給醫師看一下。還有一些人是說他腎功能還有120分但他已經出現了蛋白尿。腎絲球炎，那他這個腎臟也是不健康的，對這個就叫做慢性腎衰竭第1期這個也要特別小心。所以我今天不只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很在乎自己的身體，我都會健檢。那我之前看到我的腎絲球過濾就是都是黑的都沒有紅字我也覺得很安全的後來有人才給我提醒我說，不對你要去注意你的60幾雖然是低的是。那我再去看說，原來60幾再往下降的話就不及格了。對，而且更可怕的是，剛剛講的慢性腎臟病，它最可怕的是它沒有感覺。也就是我就算是100、120，或者我今天是60，我今天是50，我的感覺是一樣的。我不會因為說我这種下降，我身體知道說，我知道我不舒服了，我開始鼻塞流鼻血了，不開始我治療沒有，我沒有感覺。對，寶傑哥講到了一個重點就是我當腎臟科醫師，大家知道我是腎臟科醫師，洪醫生是腎臟壞掉是什麼症狀我就跟他講3個字，開始無症狀。無症狀。我們講說，當有症狀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口訣叫慢性腎臟病的症狀。泡水、高貧倦、泡尿、水腫、高血壓、貧血、疲倦，叫泡水高貧倦。很多人就記這個，我沒有泡水高貧倦，所以我沒事。對不起，如果說出現這個的時候，都是第4期、第5期了哈。你到了第4期、第5期是在30以下了。前面很多的時間是沒有症狀的，所以可以早期發現腎臟的治療要治療成功延緩衰竭都是。體檢發現，不能等待症狀出現。那你剛才特別提到說，我今天看着這個數字，我要去跟老化、跟我的年紀做對比。沒錯。好，那如果這樣講的話，我如果說我是年輕人，我超過90是正常的。可是像我這樣，我已經63歲了，或者說我今天是70歲了，我有沒有一個年紀的一個對比的數字？不要我每次看到了以後說這個數字把我嚇死了。基本上我剛剛講35歲，大概你都要在100分以上了哈。那如果說35歲到100分所以不是看紅字跟那個對。那如果大概40來歲的話，大概90分左右那如果說像那60歲，至少要維持一個80分。那如果到90歲的話，你有維持60分其實到90歲，他們統計大概只有1/3的人可以維持60分以上。所以剛剛那個100歲人瑞有62分，其實是真的非常棒的腎功能。好，那你剛剛提到說，這個年輕人現在之所以會這個樣子，跟他的這個所謂的飲食，跟他的這個睡眠是有很大的一個關係。我沒有想到說飲食，我們當然可以了解你的腎功能，你如果水喝不夠，你如果吃的東西太油、太高鹽，可是你說睡眠跟我們現在這幾集特別講睡眠跟你的腎臟也有關聯。對。其實很多人說，洪醫生，我要吃什麼保健食品，吃什麼才能保護我的腎功能？我說不用花錢，好好睡覺，你好好睡覺個1年，你的腎功能就會很明顯的進步。對。那我們講為什麼好好睡覺很重要？當然講說，我們講腎臟最怕什麼東西台灣洗腎的原因什麼？我們講說一個叫做習慣因素，一個叫疾病因素那疾病因素第1名的就是糖尿病。我的洗腎室有1半以上全部都是糖尿病的病人，叫糖尿病腎病變。第2名最高的原因叫做高血壓腎病變。高血壓台灣有400-500萬人高血壓然後他們大概每10個有2個。
如果沒有好好控制，最後會走到要洗腎。所以第2名是高血壓、糖尿病、高血壓都是洗腎的主要原因。然后最後第3名是什麼？蛋白尿、腎丝球炎。但是糖尿病跟高血壓都跟我们那些代謝症候群啊、代謝疾病有關係。所以我們如果飲食是睡眠，睡眠是一個最傷，睡眠不足是一個非常傷代謝的。你家裡如果有糖尿病的人，你看他睡不好，你就給他測一下血糖。隔天早上血糖就爆表，對，所以我們發現那個好好睡覺跟我們的睡眠還有免疫，你沒有睡好，隔天早上年輕人嘴巴就破皮了，耳口瘡跑出來，因為免疫力下降，你有些病毒的感染就跑出來了，對，所以又破壞你的代謝，又破壞你的免疫，所以你會發現睡眠是補不起來的，你一定要每天維持6到8小時的充足睡眠，你會發現你大腦非常清爽，因為我有時候也不得不要熬夜的時候。隔天，尤其是年紀漸增之後，你會發現不是1、2天補眠可以補得回來的。所以好好睡覺是一個對身體健康非常非常有幫助的事，包括我們的腎功能。你剛才講，現在台灣剛剛講我們的慢性病的這個盛行率是非常可怕，每8個人等於我們12%嘛，12%大概每8個人就有1個人他有這個所謂的慢性腎臟病。對，那慢性腎臟病裡面年輕人又是關鍵，關鍵裡面搞了半天是原來腎臟慢性病我是沒有任何徵兆的。沒有任何徵兆，但我有2個主因，所以就是糖尿病跟高血壓。對，所以我要去顧好我的腎，反而應該是要去找源頭，所以要把我的糖尿病跟我的這個所謂的高血壓先處理好。高血壓跟那個高血壓跟糖尿病處理好了，我未來這個腎臟疾病的這個幾率就會降低嗎？對。其實我們現在在努力做衛教的哈，我們講，其實我們在2003年就知道，哎呀，每次說你是腎臟科醫師，都是你沒有好好照顧我們的腎臟。我們腎臟科醫師不是洗腎醫師，是努力救大家的腎臟不要進入洗腎的哈。洗腎是已經治療失敗，那我們就一直在往上游找，往上游找。好，那既然是糖尿病跟高血壓，那糖尿病跟高血壓的上游是什麼？代謝症候群，代謝症候群，台灣成年人每4到5個就有一個，你就看過了中年之後，肚子就開始大，鮪魚肚，然後什麼好的膽固醇就降低，血壓就開始上升，血糖已經超過100，又馬上到糖尿病哈，這叫代謝症候群。我們就努力控制代謝症候群，代謝症候群是一個可逆的，它就是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你還沒有糖尿病你還沒有高血壓，你只是3高開始跑出來，然後準備要跑出來，你這時候開始飲食、運動、喝水、睡眠改善，你明年會恢復到一個健康狀態。如果沒有的話，你明年你代謝會更老化，你接着就是什麼糖尿病、高血壓、什麼慢性病，後面接着就是腎衰竭。所以回到的還是代謝症候群是一個最後的關卡，你要很努力。對，可是剛剛洪醫師不是講說，我的腎絲球如果壞掉了，我是不可逆嗎？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剛剛講我的這個所謂的腎絲球過濾，我假設我是60、70、80，如果我像我的例子，我已經降到60了、68，我有可能再回升嗎？就是你剛剛講，我如果控制到我的3高，控制我的尿酸，控制我的東西，我有可能恢復嗎？變好嗎？這個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定的額度哈，我們舉例要回到100不可能了。對，我們講說，我大部分都說，我很多病人他說他的腎功能突然掉下去了，已經到很糟糕了，他有沒有可能恢復？我們會去做一個腎臟超音波，對，看腎臟超音波是什麼？看他的腎臟皮質，皮質我們腎臟大概10公分嘛，對，你如果說那個腎絲球已經死掉硬化了，就像樹葉枯黃了，這個不會恢復。可是他如果只是受傷，它是受傷，功能暫停下降的時候，這個是有機會的。所以如果已經死掉了，硬化嘛，對，纖維化，所以它超音波你的表皮，我剛剛不是講腎絲球在表皮，它會出現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然後腎臟萎縮，那就不怎麼樣，你可能要盡量維持，不要繼續惡化下去。可是它如果說還很漂亮，但只是暫時性的，可能你吃不對的食物，最近熬夜比較兇，暫時性的，像我水喝太少，這個有可能恢復到原先的那個狀態的。所以好，那您現在講的一個重點是，因為剛剛講腎臟病最大的問題是我沒有感覺，如果沒有感覺，我就必須要透過儀器，等於說我透過檢查，透過抽血。那如果這樣的話，等於說我在抽血裡面，我要先確定我有沒有3高，我沒有3高，就等於是把腎臟病的因子先去掉一部分。那我們有3高，再看有沒有尿酸。那我们看這些問題，看完這些問題了以後，剛剛講到我要看我的腎絲球過濾的這個過濾的這個比例，這還不夠。你說還要去做這個所謂的超音波，因為等於說你有時候你60幾、70幾、80幾，可是你在做超音波的時候，那個反應的東西是不一樣，每一個人的狀況是不一樣的。沒錯。其實要一個完整的腎臟病的一個檢查哈，
其實包括3個部分哈，就抽血抽血就剛剛寶傑哥看的，就是我們的腎功能的指標，什麼尿素、氮基酸、肝啊，換算成那叫過濾率。還有一個就是前面的那些代謝的問題，膽固醇啊、血糖啊等等那一塊啊叫抽血。第二個叫做驗尿，驗尿就是看我們有一些結晶有沒有蛋白尿，有沒有潛血，有沒有血尿。但第3個有可能這個都正常但它掃超音波看起來，腎臟有一顆顆的水泡。水泡，那叫多囊腎，這是台灣第5大洗腎的原因台灣有一個遺傳性的疾病叫多囊腎，就腎臟在很年輕就一直冒出水泡來，或者說腎結石，或者說就是說，所以你要這3個都要檢查，抽血、驗尿，做個超音波檢查，這個都正常，我們才說你的腎功能是正常的，少一個都不能說。所以腎結石也會，它對你的這個腎臟的傷害非常大嗎？會。其實我們講腎結石有幾種，一種叫做小小的結石，比如說我們常見的一些草酸鈣結石會造成一些發炎，它是一個那就會造成我們的腎臟的發炎。第二個是越來越大塞到的。然後塞到就會這樣，尤其是掉到輸尿管，然後會這樣，雖然水過不去，尿過不去嘛，就開始往後，我們講說整個叫水腫，會變成輸尿管水腫或腎臟水腫啊，這個要把它打通了，就整個是，如果不理它，這個腎臟會報銷掉，是，所以還是要檢查的。好，那所以說原來就是我要去了解我的腎臟。抽血、驗血、驗尿，還有特別要做這個超音波，然後整個再看起來你的腎臟這個健不健康。是，那可是我沒有三高，那我的腎為什麼我這樣60幾歲，我變成68？可是我很妙當我去吃了尿酸的藥之後，我就從68回到大概77、70幾。所以尿酸本來以為就是三高：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現在等於說尿酸，你在你的書裡面，你就說你這出了一本腎臟求救中，特別講就是說，很多人沒有只注意到三高，可是沒有想到尿酸除了痛風之外，對我們的腎臟的傷害這麼大。沒錯。其實我們講說腎衰竭其實我們想一想說，我們的腎功能為什麼每個人都差異性都不大一樣比如說，如果我們用眼睛，你就可以比較理解了我們兩個假設同一年紀，為什麼我的視力比較好，你的視力你就想，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沒有生病啊，但是我有可能是我習慣不好，我看太多書了，或者說我燈光不對。其實我們腎臟的生病分數下降，一樣有2個因子，一個叫疾病因素，一個叫習慣因素。所以當我們醫生如果病人會來看，我們大部分都已經到第3期了，然後來我們的門診，那我們就要像偵探一樣查一下，你有沒有一些慢性腎臟病的因素啊？抽血驗尿、超音波做一下啊，原來你有蛋白尿，你有糖尿病，這個叫有找到我們的疾病因素，所以你的腎臟會衰退的比較快。但是有一大族群都沒有，那我們就要看，是不是習慣因素？他從小水喝不夠，他就喜歡熬夜，當然這種腎臟的腎功能當然衰老的就會比較快一些。你的水喝的少，叫習慣因素，熬夜，對，這也會讓你的腎功能變差。對，剛剛寶傑哥有提到一個叫高尿酸血症，對，好，高尿酸血症又有分2個，我們只要男生尿酸高於7.0，好，叫做尿酸過高嘛，對，但是不見得有痛風發作可是高尿酸血症本身它就會破壞腎臟，只是它是一個比較緩慢的破壞。對，但是一旦你有爆發，這叫做急性痛風發作，就是說，關節就紅腫熱痛，痛得不得了，那就是一個大傷害，腎功能就是一個大爆發。所以每一年要是你痛風發作超過2次，對，年輕的時候未來洗腎的幾率高達90%，就是說，所以千萬高尿酸血症，我說年輕痛風2次，我未來洗腎的幾率這麼高，為什麼？你會想過它不會只有今年而已，它未來還是會每一年都會發作。對，然後第二個是，當我們急性發作的時候，它是一個高速的發炎，對腎臟是有負擔。那我們會去打止痛針，吃止痛藥。對，那我們的尿酸過高還會產生一個尿酸鈣的結晶，產生一個尿酸鈣結石，又會結石，又有止痛藥，又本身的發炎。對，所以它是一個我們講說傷腎的第4大原因。就是我高尿酸，我才看你形容說高尿酸就已經像刀子在刮我的腎臟了，發炎，对，就是這樣刮我這樣。对，然後我一尿酸痛風發作，我要再吃這個什麼秋水素，還是就是秋水仙素，對，仙素那些東西再打下去，那個也都會傷腎。止痛藥比較傷腎，止痛藥也會倒還好。對，那它等於說是一個循環的這樣子的做。對，但你腎臟不好，你知道嗎？尿酸主要80%都是腎臟代謝的。所以你腎功能不好，尿酸更難代謝了，就是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高尿酸血症是一個還蠻特別要小心的。好的，我當然知道，所以台灣人現在我們對醫學的常識也越來越多了。好，那很多高尿酸，就是說我知道我不要喝火鍋的湯，不要喝很多的湯底不要去碰，
或者很多的那種普林的東西，我也不要去碰。可是後來知道說，你如果果糖吃太多，水果吃太多，水果吃太多也會導致你的這個尿酸變高嗎？會。我們應該是說哈，那個高果糖哈，它會造成一些慢性發炎。我後來就發現哈，其實我們在臨床上發現，其實很多人那個高尿酸血症，但是不會痛風發作。那有些人為什麼尿酸也不是那麼高，他就隔天就發作？對，跟其實還有幾個因子有關係。說你有沒有一些加重的一個發炎因子？比如說如果你去吃火鍋，你又喝了啤酒，喝了含糖飲料，喝了很鹹的東西，隔天發作的幾率就會上升。對，還有他們發現那個一樣是普林，動物性的普林，它比較容易發炎。比如說我們吃動物的內臟，還有一些加工食品啊等等，那些會比較。那如果是植物性的，比如說我們一些豆腐類的，一些什麼，這個比較不會。這個也。那還有一個，我大部分都是有一個訣竅啦。其實我剛剛有提到一個關鍵，既然我們的尿酸是我們腎臟代謝的，對，你要去吃大餐之前，我都教他們喝個500cc 的水分，喝完之後再喝500cc，有2個作用。第一個，你多了1000cc 的水在身上，你就很飽了，你那一餐你是吃不了太多了。第二個，你在吃的同時就已經在加速它的代謝了。對，所以這個不要說，哎呀，因為吃火鍋很鹹，我就喝了珍珠奶茶，對，我就吃了很多的含糖藥啊，不然我們就來冰啤酒更好了。隔天就會大大增加發作的比例。但我知道您一直在推廣說哪10大的這個食物對你的腎臟傷害最大，那當然第一個是珍珠奶茶。跟你剛剛講，如果我們就尿酸來講，哪個傷害最大？到底是啤酒傷害最大？我到底喝什麼飲料對我的尿酸、對我的這些數值造成最大的影響？其實我們講說一個疾病的發作都有多因子，就我們講說你的如果腎功能很好啊，它代謝尿酸很快的，這個就 OK。那如果說我們剛剛講說，到底哪一些東西是會加速痛風發作？我們感覺到在高普林叫做高尿酸血症的環境下，你又水少。你又加了一些發炎的物質進去，對，包括空氣污染也是抽菸也是睡眠不好，這個就會加速。還有一個過度疲勞，我尿酸已經過高了，我突然去跑馬拉松，對，過度疲勞一樣會造就它的那個痛風關節炎的發作。所以我發現其實不是單一因子，對。那很多運動員都有痛風的問題。他如果剛好在高尿酸血症，因為運動員如果水喝不夠就容易我們講說那個那加上運動員實際上食量有時候比較大，他們有時候會吃一些高蛋白質類的，很多的普林的食物都在一些肉類啊、海鮮類的當然它本身攝取就多，你要多排泄所以問我就是多喝水，多吃天然的食物，然後不要讓身體處在一個發炎的狀態。就比較不會發作。好，那如果我是這樣的話，那我要少什麼？以前我有一個醫生跟我說，你喜不喜歡講不來，就你喜歡吃內臟。我說後來我就把內臟戒掉。就我到底要戒掉哪些東西，對我這些數值會比較有幫助？我們講說加工食品、含糖飲料，這個當然是這個本來就是該戒掉的哈。那我們要吃天然的食物，我們要吃天然的食物哈，然後要喝乾淨的白開水。然後如果說我真的是不喜歡喝水，年輕人真的不喜歡喝白開水，我們要喝飲料就要喝一些比較健康的一些飲料，比如說無糖咖啡啊、綠茶哈等等這些都可以。那我們一直在講說，到底是什麼食物必須要戒掉？根據那個痛風急性痛風發作的，大部分都是像一些紅肉類的、海鮮類的一些蚌殼類的這種會比較，這叫動物性的普林，它會比較容易發作。那植物性的普林雖然高尿酸還是會高，但是它比較不會發作所以我會建議說，真的要戒掉的話，可能是紅肉吃少一點，不用到戒掉。好，那你剛剛提到一個重點，這很多人也在談，就喝水的問題。他說水要怎麼喝？因為我看過有很多說法是說，有人說你早上一起來就是500cc 的水，然後你中間再喝250，然後再加上晚上再喝多少水。那有人又說你水喝太多，你晚上會起來上廁所，那你也不能晚上不能喝太多。那有人說你一次喝太多水的話，你身體就代謝掉，所以你應該一口一口喝。我也搞不清楚說，我光喝個水有這麼多學問，我到底該怎麼喝？我難道真的一口氣喝500cc 是不對嗎？還是說我每一次都是喝個100cc還是20cc 這樣子喝水？他的身體比較能夠吸收嘞。其實多久喝一次哈？我會給大家一個概念哈。我們大部分都是以一整天來算嘛哈。以前大家既有的概念就2000cc 每一天哈。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可能是一個40公斤的人，跟一個100公斤的人，我們水量是不一樣的。我們每個人都2000 CC 嘛，表示這不對，應該是要跟體重相關的哈。那我們要怎麼來算？我們所以有一個公式叫體重的3%到4%。好，比如說60公斤的人6386424，1008到2400 CC。對，有一個 range。那為什麼會有一個 range？有些人很容易流汗，有些人那個拉肚子啊，所以你大概我們講3%是基本的。那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又容易流汗什麼，就喝到4%。那4%我剛剛講好，假設70公斤的人就要喝21732174282100到2800。如果你有慢性腎臟病，你有泌尿道感染、腎結石，我就建議喝到4%。好，這叫總量啊。那我們已經確定總量了，那頻率就像我的話，我大概就要喝到2800左右啊。对，頻率。那我們大概要多久喝一次？我們當然也不希望你整天沒有水，然後最後再灌個一大杯，或者我早上起床把那個2000 CC 灌完。我會建議大概基本上把它平均分，而且不要一杯不要超過300 CC。300 CC 你就會胃會脹嘛，或者胃食道逆流啊等等。所以我們講大概是，比如說我們就舉例2000 CC， 我們就分成8大杯，每一杯不是250 CC 嘛？那8大杯要什麼時候把它平均喝？早上起床那一杯最重要。我會建議睡覺前你可以在你的床頭櫃放一杯溫開水。對。然後早上起床，你知道很多人會清晨中風、清晨心肌梗塞。因為我們整個晚上是沒有喝水的，我們從入睡，那血液最濃縮就是清晨。那冬天，尤其是到冬天的時候，天氣很冷，你離開被窩，血液又濃縮，所以就以前我們在急診室的時候，半夜3、4點就很多人送來中風的急性心肌梗。所以你要讓叫什麼？就是我們用個保溫瓶裝一杯溫開水。對，你早上起床的時候喝個250 CC 的水，在床，然後再手腳動一動，舒服了再起來。這就緩解你的那個血液過濃的問題。所以我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是先喝水。先喝水，對。然後它也不會影響到你半夜睡覺的那個頻尿啊。然後接着就是早餐前，我們講3餐前你都可以喝個250 CC 的水。3餐前。對，3餐前喚醒你的腸胃。我們的腸子我們開始進食咯，所以我們要開始有一些水了，開始腸子蠕動，分泌一些消化液。而且250 CC 會減少你正常的那個攝取量，我們大部分都攝取過多然後水又可以增加我們的一些代謝，所以這樣就4杯已經解決了，已經1000 CC 了。那你中間再給它穿插個4杯，比如早餐跟午餐中間，我們講說喝個一杯到2杯，你自己去調控那個。但這個是指沒有運動，你如果要運動前要再多喝個250 CC 的水，然後再運動個30分鐘，要再加250 CC 的水，大概其實不會很難。我就覺得說一天2000 CC， 大家都覺得，我覺得喝水是一個習慣啦。你從小你爸媽其實都沒有教你喝水，那所以你就自己喝水。那很多人都是憑口渴的感覺去，其實當有口渴出現的時候，表示你血液的滲透壓已經很濃了，其實那對腎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要固定的時間去喝水，這樣子。對。好，那你剛才講的，我最好把這個時間固定下來。就剛才講的，我起床3餐這樣子就已經1000了。对。那中間想到的時候再穿插這樣子喝。好，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